2023最新吸血鬼大片终于来了，尼古拉斯凯奇化身德古拉伯爵，看完绝对颠覆你对吸血鬼电影的认知。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迷小雅，今天我们来看最新的奇幻大片《雷恩菲尔德》。雷恩正和一群人参加心理互助小组，和每一个社畜一样，过去数年，雷恩一直饱受老板的 PUA， 还是不能辞职的那种，因为雷恩的老板是顶级吸血鬼德古拉伯爵。这段孽缘还得从100年前说起，当时德古拉家道中落，不得不变卖家产，恰好雷恩是房产律师，为了接一个大单子，他独自前往德古拉的古堡，结果被德古拉一眼相中，凭借变卖掉的房产，德古拉再次跻身名流阶层。之后他带着雷恩出现在各种高端场合，架不住糖衣炮弹的轰炸，雷恩彻底变成德古拉的仆人。为了永远留住他，德古拉赋予雷恩部分吸血鬼的能力，只要吃掉小虫子就能获得异能。这天，德古拉惨遭大主教和吸血鬼猎人的联合攻击，他困在保护圈中无法脱身。危急关头，雷恩赶到，这次的目标是德古拉。猎人让雷恩这个半吊子吸血鬼别多管闲事，还说只要干掉德古拉他就自由了。担心雷恩会动摇，德古拉又开始了熟悉的操作。虽然雷恩之前已经被坑过很多次，但他还是选择相信，于是破坏了保护圈。大主教惊呆了，下一秒德古拉化作一团黑烟，把大主教炸成了肉泥。猎人用弩箭打开窗帘，洒进来的阳光灼烧在德古拉身上，德古拉变成小火人，转身扑向猎人。慌乱中，雷恩将窗帘盖在德古拉身上，最后猎人死了。德古拉虽然捡回一条命，却被烧得面目全非。事后，雷恩和德古拉搬到新的城市生活，为了帮他恢复元气，雷恩每天都要外出抓捕新的猎物。这天晚上，雷恩找到一窝毒贩的老巢，刚打晕这些人，一个飞镖扔了过来，是毒贩对家狼伯家族派来的杀手。雷恩对付普通人类自然绰绰有余，所以没有什么危机感。正因如此，才会误判杀手划破雷恩的肚子，准备割掉他的舌头。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雷恩先是将圆珠笔扎进杀手的脖子，紧接着炫一口嘎嘣脆的虫子，一脚踹开杀手，最后重拳出击，打得杀手脑袋分瞎。晚上，雷恩将猎物拖回一栋废弃的医院大楼，虚弱的德古拉赶紧咬一口试试口感，结果血太难喝。德古拉愤怒地说道：“我的要求很高吗？只是要几个纯洁之人的血而已，比如幸福的夫妻、几个修女、一车的啦啦队员这种。”德古拉喋喋不休地抱怨，雷恩表示道理他都懂，可今时不同往日，随便杀人是很危险的。德古拉听得很不爽，在雷恩的肚子上又加了一道伤口。气消后，德古拉划破手臂，将血滴到雷恩的伤口上。因为吸血鬼的血液有着强大的治愈能力，雷恩的伤口很快愈合。此时的两人还不知道，雷恩今晚的猎杀行动已经掀起了波澜。狼伯家族继承人泰迪在目睹雷恩杀人后仓皇逃离现场，途中被女交警丽贝卡盯上，一阵鸡飞狗跳后，泰迪成功落网。谁知板凳还没坐热，警长就把泰迪放了，还把丽贝卡骂了一顿，说他在查酒驾的时候擅离职守。对此，丽贝卡愤怒不已。几年前，他的警长父亲就是在缉毒行动中被狼伯家族的人杀死的。从那时起，丽贝卡就发誓要将这颗毒瘤连根拔起。但狼伯家族盘踞城市多年，是最强大的犯罪集团，除非有足够的证据，否则并不能撼动他们的地位。泰迪的母亲花姐对儿子被抓十分不满，她教育泰迪必须让敌对的人付出惨重代价，只有足够心狠手辣的人才有资格继承他打下来的基业。为了找到更多泰迪的犯罪证据，丽贝卡和搭档胖哥来到毒贩的老巢。在这里，丽贝卡找到雷恩遗落的圆珠笔，笔身上写着一家酒吧的名字。此时的雷恩还不知道惹上了麻烦，看着正在聚餐的修女和刚刚进来的啦啦队，雷恩很纠结，要带哪个给老板当宵夜呢？丽贝卡和胖哥赶到酒吧的同时，泰迪和手下也一路追踪到这里，要给丽贝卡一点教训。雷恩终于做出决定，带着迷药跟在啦啦队后方，正准备动手，丽贝卡和胖哥走了进来。见状，雷恩只好收起装备，打算从后门溜走。不料泰迪的人马就在门口，雷恩准备吃虫子，却被突然响起的枪声吓了一大跳，装虫子的铁盒也掉在地上。罪犯来势汹汹，雷恩决定先暗中观察。泰迪让所有人都别动，他的目标只有丽贝卡一个人。尽管生死一线，但丽贝卡和他的父亲一样视死如归。
雷恩被丽贝卡的勇气打动，决定出手。巧的是，刚好飞来一只苍蝇，雷恩吞下后成功帮丽贝卡脱离险境。随后丽贝卡开始了反击，雷恩身手敏捷，凭借神走位躲过子弹攻击，之后利用餐具、桌子这些身边的东西给予敌人致命打击。很快泰迪的手下死得七七八八，他则负伤逃离了酒吧。其中一个手下想偷袭雷恩，丽贝卡察觉后眼疾手快把他干掉。危机解除后，躲在桌子后面的顾客们对雷恩的见义勇为赞赏不已，直呼他是大家的英雄。丽贝卡见雷恩身手不凡，误以为他是退伍军人。雷恩说他确实参加过世界大战，当然丽贝卡没有当真，以为雷恩是在开玩笑。被人当成英雄的感觉真美妙，雷恩被夸得有些飘飘然。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德古拉的呼唤声将雷恩无情地拉回现实。回去后，德古拉告诉雷恩，他给自己制定了新的人生目标，既然已经无法适应现在这个世界，那就让全世界适应他。总之，他要成为新世界的主人。为了留住雷恩，德古拉各种画大饼。不过这一次雷恩没有上套，他找到互助会，想尽快摆脱这段有毒的关系。听了雷恩的经历，大家都很懂，这不就是典型的职场 PUA 吗？治疗师告诉雷恩，你的老板是典型的依赖症，一个自恋者会尽一切所能降低别人的自尊。其实你才是真正掌握力量的那一方，专注你自己的需求，而不是你老板的，这样你会获得更多的力量。听君一席话，雷恩豁然开朗，决定好好为自己活一回。离开互助会时，大家还送给雷恩一本心灵鸡汤，反 PUA 的100种方法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雷恩租了一间公寓亲自装修，他开始购物，尝试美容，学着主动和邻居母子去交流。为了帮助丽贝卡扳倒朗博家族，雷恩甚至和酒吧里的客人一起到警局做笔录。丽贝卡将捡到的圆珠笔带给在 FBI 任职的姐姐，想通过 DNA 检测找到笔的主人。与此同时，花姐这边已经注意到雷恩，并且手下已经跟踪到他频繁活动的地带，也就是那栋废弃的慈善医院。花姐下达追杀令，务必在1天之内让雷恩领盒饭。泰迪自信心爆棚，解决雷恩那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？于是泰迪带着一批人马前往废弃医院，一群愣头青哪知道这里可是吸血鬼德古拉的地盘。见到被吸干血的尸体，泰迪吓坏了。话音刚落，手下全被德古拉杀死。泰迪捡起手下的电话，想让花姐派人过来，结果还没说到重点，德古拉就出现了。泰迪虚张声势地说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话说一半就被德古拉掐住脖子举高高。德古拉问他是不是教会派来的，泰迪表示他可是无恶不作的坏人，到这里来是为了找手机里的这个男人，也就是雷恩。他帮着警察和无辜群众在酒吧杀死他好几个手下。雷恩出格的举动让德古拉愤怒不已，给了泰迪一拳后，他变成一群蝙蝠飞出了医院。结束有意义的一天，雷恩心满意足地回到公寓。然而一开门，不请自来的德古拉已经等候多时。德古拉看着焕然一新的雷恩，嘲笑他像个精神小伙，还骂他过河拆桥。当初要不是他，雷恩只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房产律师，是不会有出息的。是他给了雷恩力量和前途。德古拉大打感情牌，指责雷恩不该用他赐予的能力反过来伤害他。不得不说，德古拉在 PUA 这方面果然有一套。快要顶不住时，雷恩赶紧拿出心灵鸡汤，稳住内心。德古拉一脸懵逼，这是什么操作？遗憾的是，德古拉气场太强大，雷恩反 PUA 还是失败了。德古拉夺过心灵鸡汤，在背面发现互助会的标志，紧接着他便消失不见。担心互助会成员有危险，雷恩赶紧来到教堂，劝说大家赶紧离开。众人一头雾水，以为雷恩又被老板刺激到了。说话间，大门缓缓打开，德古拉闪亮登场。在众人难以置信的眼神中，德古拉缓缓升至半空。雷恩跪在地上，请求他不要伤害这里的人。然而不管雷恩说什么，德古拉都不为所动。他脱下外套，一副要吃席的样子。雷恩想阻止，却被德古拉打飞了出去。手无缚鸡之力的平民们根本不是吸血鬼的对手。眨眨眼的功夫，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德古拉血腥虐杀。看着满地的尸体，雷恩悲痛不已。德古拉告诉他，这就是背叛他的代价。丽贝卡赶到现场时，只剩雷恩还活着。虽然不敢相信，丽贝卡还是按照程序要把雷恩作为嫌疑人带回警局。
然而没等他们离开，狼伯家族的人已经找了过来。原来胖哥背叛了丽贝卡，刚才发现雷恩后，他偷偷联系了花姐。更没想到的是，警长忌惮狼伯家族的势力，如今也和他们沆瀣一气。花姐要的人是雷恩，丽贝卡假装配合，然后趁其不备开枪射击路边的电线杆。之后，丽贝卡冒着枪林弹雨带雷恩逃离了现场。这下，丽贝卡也变成警方的通缉对象。另一边，德古拉已经返回医院，他要和狼伯家族合作，打造出一支死亡军队，要把所有看不顺眼的人都干掉。泰迪光是听着就很激动，但他决定不了，拍板子的事儿都和他妈谈。丽贝卡肩膀中弹，等到醒来，已经躺在雷恩的公寓中。雷恩解释说，互助会成员不是他杀死的，他是德古拉伯爵的仆人，负责到外面寻找猎物，再杀死供德古拉享用。得知真相的丽贝卡失望不已，雷恩根本不是什么英雄，甚至连反派都算不上，只是个打杂的保姆。说着说着，姐姐打来电话， DNA 结果已经出来，圆珠笔的主人与几十年前世界各地的杀人案都存在关联。如果是同一个人干的，那么这个连环杀手现在已经是个70多岁的老头子。丽贝卡看了看雷恩，她知道姐姐口中的凶手就是他。尽管如此，丽贝卡还是心软了。她告诉姐姐，雷恩的本性并不坏，因为情况有些复杂，姐妹俩约好在咖啡馆见面，到时候再进一步详谈。不料两人刚出门，警察和花姐的手下找上门来，情况紧急，为了找到小虫子，雷恩把花盆翻了一个遍，最后总算在邻居小孩的宠物箱里找到。获得力量后，雷恩挣脱手铐，一拳打一个，同时丽贝卡也和敌人开始了枪战。雷恩扯断一个人的胳膊，把2条断臂当作武器，无情地甩到敌人身上，一瞬间鲜血乱飞。眼看丽贝卡陷入困境，雷恩将断臂用力甩过去，直接刺穿敌人的身体，之后又是一个飞踹，把敌人的身体炸成了番茄汁。经历生死后，丽贝卡再次认可了雷恩。然而刚才发生的一切全被花姐和警长看在眼里，派出去的警察全军覆没，让警长十分恼火，扬言不再和花姐合作。警长愤然离场，结果刚出门就悲剧。花姐听到声音回头一看，警长的脑袋像皮球一样从门口滚了进来。泰迪的手下抬来一口石棺，里面正是德古拉。丽贝卡和雷恩在咖啡店等了很久，但姐姐一直都没有出现。打电话过去，那头传来的却是花姐的声音。没想到她竟然抓了丽贝卡的姐姐，以此引出她和雷恩。这次丽贝卡要面对的除了狼伯家族，还有更强大的吸血鬼。雷恩让他不要冲动，人是要救的，但必须做好充分准备。于是在太阳下山之前，丽贝卡买好枪支弹药，雷恩则买了很多虫子，准备好了木桩刺、十字架这些杀怪圣器。两人来到狼伯家族的大楼，花姐淡定地站在2楼，显然早有准备。原来泰迪和一群手下都已经被德古拉转化，现在他们只要吃虫子就能获得和雷恩一样的能力。突然几个手下一跃而下，雷恩上前和他们肉搏，丽贝卡在一旁开枪打辅助。虽然雷恩的实力在他们之上，但架不住对方搞人海战术，雷恩一时半会儿无法脱困。这时泰迪盯上了丽贝卡，在异能面前，子弹的力量不值一提。就在泰迪咄咄逼人时，雷恩赶了过来，他让丽贝卡去救姐姐，泰迪交给他来处理。丽贝卡来到花姐办公室，她却把窗帘都拉了下来。德古拉出现了，在各种洗脑，想蛊惑丽贝卡加入自己。见她不为所动，德古拉又把浑身是血的姐姐拉了出来，哄骗丽贝卡只要同意，立马让她的姐姐满血复活。还在恶战的雷恩听到了德古拉的话，提醒丽贝卡千万别上当。然而丽贝卡为了姐姐，意志开始动摇。为了阻止这一切，雷恩紧急吞下虫子，然后拼尽全力踹到泰迪身上，巨大的冲击力把他的肋骨全部震碎，血液也从泰迪的两端喷射而出。解决到泰迪，雷恩跌跌撞撞找到丽贝卡，让他别相信德古拉的谎言。可丽贝卡却说，为了姐姐，让他做什么都可以。看着丽贝卡投入德古拉的怀抱，雷恩绝望了。德古拉一脸坏笑，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假象。丽贝卡启动按钮，打开四周的窗帘，德古拉在阳光的灼烧下痛苦尖叫，之后化作蝙蝠飞进阳光找不到的地方。雷恩和丽贝卡也被裹挟着一并向前。雷恩已经没有力气继续战斗下去，丽贝卡在黑暗中警戒随时会出现的德古拉。
然并卵，德古拉轻而易举抓着丽贝卡来到半空中。就在德古拉想转化他时，一声枪响，丽贝卡开枪击穿了德古拉的脚掌，流出的鲜血恰好滴在雷恩的脸上。血条加满后，雷恩捂住德古拉的嘴，并成功拔掉他2颗尖牙，但新的牙齿很快又冒了出来。雷恩想起互助会上大家对他说的话，决定克服恐惧去改变自己的命运。雷恩的勇敢出乎德古拉的意外，雷恩将他打倒在地，一阵拳头伺候，但这样做并不能杀死德古拉。这时丽贝卡发现一堆违禁药物，想起雷恩之前提到的保护圈，他决定根据网上的说法试一试，没想到真的有用。德古拉和雷恩打斗时不小心来到保护圈的位置，结果被钉在里面。雷恩和丽贝卡拿来工具把德古拉就地肢解，防止他再次复活。雷恩只留下一瓶德古拉之血，其他部分全部混进用圣水浇灌的水泥块中，再扔进不同的下水道。故事最后，雷恩终于获得自由，而在德古拉之血的作用下，丽贝卡的姐姐和惨死的互助会成员也都全部复活。至于花姐则被警方抓捕。18年前，在影片《天气预报员》中，2位尼古拉斯就演过父子，这次变成主仆也算是奇妙的缘分了。以吸血鬼视角讽刺职场老板对下属的 PUA， 这样的设定很有趣也很有创意。作为一部 B 级恐怖片，狂撒血浆、皮肉分离的镜头自然不会少，就连吸血鬼的造型都有好几种，满脸烂肉的德古拉、苍老虚弱的德古拉等等。总的来说，影片的质量在水准之上，是一部很有意思的新时代恐怖喜剧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。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